在面对在野党的撞击当中啊，强大的论述能力呢，是一个当家的人最重要的当务之急。所以我相信川普这一次的就职演说啊，大家值得一看再看。各位财经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这礼拜的单元，我们要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在元月20号的晚上，那么台湾是21号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川普的2.0的时代呢正式揭晓。川普在去年的10月6号呢正式当选，那么到现在73天，但是呢，川普的指挥棒其实在这段时间呢，他已经让这个世界忘记美国总统是拜登。那么我们看到，在就职大典当中，川普和他的夫人走进了白宫。那么拜登跟他的太太呢，在白宫门口迎接川普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包括副总统带着全家在国会大楼的人行大厅来宣誓就职。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，最具代表性是在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。他把美国总统的桌子上面的文件呢，全部把它扔到地上去。那么也代表在川普的2.0的时代，有非常多的过去前所未见的巨大的改变。那么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来让大家一起来解读，在川普的新时代当中，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改变。财讯想祝福所有的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，这些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。再次感谢频道会员，也欢迎大家订阅、按赞与分享。新的一年，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，掌握投资脉动。我们大概从川普的就职演说当中啊，大家可以从头到尾听见川普在没有看稿的情况之下呢，那么持续的演说了30-40分钟。如果大家拿他是一个78岁的老人来看，第一个呢，他的反应啊非常的敏锐，而在这个演讲当中呢，他几乎把他的治国理念呢完整的轮廓呢都呈现在大家的眼前。一开始呢，他也告诉大家，这是美国伟大的时代的一个新的开端，赢得现场高度的掌声。那么，川普的2.0的时代，我们今天也要来跟大家来看一下。川普的上任首日，他有非常多的政策的建树，也包括现在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呢不能拿到美国籍。那么他对现在非法毒品，包括走私，那么现在移民都有非常严格的禁令。在国际秩序当中呢，他一开始啊，其实在就职典礼当中也告诉大家，巴拿马运河呢是美国人来建设，那么现在呢中国人在管理，而这个跟联合国的象征的意义是一样的。那么联合国呢，川普说这是美国人在出钱，但是呢中国人在掌握。那么现在他一上任之后呢，他立刻退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。我们大家可以来稍微算一下，川普上任的8支箭。这个8支箭呢，大概第一个呢，它加征关税。这个关税呢，它已经把箭头指向墨西哥跟加拿大。非法移民的管制跟毒品的走私啊，如果没有办法严厉执行，那么要先课25%的关税。这个现在看起来，墨西哥跟加拿大呢首当其冲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大规模来驱逐这些非法移民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取消出生就拿到公民权的过去的惯例啊。第四个呢，留学生的绿卡他要重新检讨。第五个呢，过去的性别平权，那么他现在认为男生就是男生，女生就是女生。这个时候呢，回到原来传统的价值，这个也是给世界带来非常巨大的改变。第6项呢，他赦免1月6号呢国会大楼的抗议者，那么他完全赦免。第7项呢，能源跟气候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一上任第一天，他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，他同时也要求过去在风电上的风机的装置呢要暂缓，也给世界带来非常巨大的撞击。大家可以想见得到，在过去呢，大家以爱地球的名义呢，不断的在绿能的产业上来琢磨。但是呢，川普一上来之后呢，他告诉大家，美国地底下拥有黄金一体，但是呢，他弃置而不开发。他要求现在美国在页岩油呢大力开采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大家可以想见，在川普的上任首日，影响最大大概是油价开始显著的下滑，所以在能源跟气候的
变迁当中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呢，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。第8项是地缘政治全面的停战。我们大家可以回来想象一下，川普在当选不久，他其实给哈马斯啊严重警告，他说如果哈马斯不把以色列的人质呢释放，他上任之后呢，要全面来追击哈马斯。那么在川普就职之前呢，以哈达成了和解的协定，那么同时哈马斯开始释放以色列的人质，这个也是在川普的强力的意志当中呢，现在他达成了一个止战的目标。那接下来大家可以马上来看看，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一场战事，从2022年的2月24号一直到现在，已经将近届满3年。这个3年当中啊，到底双方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停战的协定？我相信川普未来下一个目标呢，应该也会在这个地方琢磨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在地缘政治的张力当中啊，因为川普的上任，两岸关系呢现在看起来台湾的压力会稍微减轻一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目前川普的几个大的改变，包括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外呢，还包括 WHO。川普为什么现在剑指联合国呢？我们回溯一下，在2019年的时候呢，当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，刚好碰到川普的连任。本来川普是呼声最高，遥遥领先，但是呢，疫情爆发之后呢，整个打乱了川普的布局。其后呢，我们看到美国的因为 COVID-19 呢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啊不断的上升。COVID-19 呢也造成川普的败选，所以在川普上任之后呢，他率先指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啊是全世界最腐败的组织。到目前来看呢，川普退出 WHO 呢，大概是一个宣示。这个宣示呢，下一棒川普到底会不会再接着退出联合国？我想这是一个未来大家可能要发生的世界的大事。这个大事当中啊，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，假如美国退出联合国呢，这个对世界来讲会带来非常巨大的挑战跟冲击。所以这是在川普的上任大家可能要面对的。川普已经大概宣布边界的紧急状态，那么对所有匹夫的 APP 呢的申请，他也完全都取消。川普在见机立即当中啊，现在给国际社会呢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撞击。我们看到他上任的首日第一天呢，他发出最少25道行政命令，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外，退出 WHO。出生公民权的取消，那么也宣布国家经济的紧急状态，推动一波波的新的关税改革。那么这个关税改革呢，现在看起来他对中国还没有祭出他的政策，但是呢，后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动，值得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们看到在国际事务当中呢，川普现在剑指加拿大跟墨西哥，也造成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退出总理的角逐。那么加拿大的执政党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权力的变革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川普现在所剑指之处呢，都会对国际社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跟撞击。我们看到这是川普的新时代，在川普新时代之后呢，我们也看到白宫新的团队啊，现在都准备就绪。而大家比较瞩目的，包括川普所任命的现在他的国务卿呢，这个 Rubio 呢，他得到全票获得同意的任命。我相信这个也是现在大家所想象得到的，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，现在看起来川普回到原来的价值。第一个，他宣布终结多元的性别，所以台湾在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们在性别多元当中啊，台湾非常的贯彻。但是现在川普回到传统的价值，他认为美国政府只承认男性跟女性，同时呢，他也力挺死刑，所以他签署这个命令呢，也确保各州啊要有足够的药物呢来执行处决。当台湾在争执会死的情况之下呢，川普回到他原来的传统价值，这是一个在川普时代大家要有一个高度的认知。那么我们也看到，川普在就职的演说当中啊，他其实也给全世界带来非常高度的启发。第一个，大家了解川普在就职演说当中呢，他不断的强调让美国再伟大。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看，在现在台湾的国会呢，现在所面临的预算的删除，那么现在蓝白对台湾呢也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。我们大概要了解，执政者包括总统跟行政院长，
在面对在野党的撞击当中啊，如果我们的行政的最高领导人他能够站出来，类似像川普这样的，告诉大家要把台湾带领到往哪里去呢？我想这个所谓领导力啊，强大的论述能力呢，是一个当家的人最重要的当务之急。所以我相信川普这一次的就职演说啊，大家值得一看再看。他不拿演讲稿阐述他的政策，而在川普的 1.0 到 2.0 当中啊，他从过去4年的执政经验，再到重新再执政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川普对未来的治国理念啊，他已经完全了若指掌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者是让美国再伟大非常重要的源头。我想台湾在面对朝野对立争执不下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也要呼吁台湾的总统或行政院长，在面对在野党不断的狂删预算的情况之下，现在民间团体发动罢免，我们的领导者能不能像川普这样告诉大家，要把台湾带往何处去？然后呢，我们要怎么做？这个时候呢，领导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川普在 TikTok 上面呢，他到底会如何来面对？我们看到马斯克在讲，他说 TikTok 在美国可以营运，但是我的 X 在中国却遭到禁止。那 FBI 的局长也警告，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，抖音塑造对台侵略的舆论。另外一个呢，他说美国、加拿大、欧盟、台湾都已经禁止政府机关使用。另外一个呢，面对中国资讯设备跟软体，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戒。他说抖音呢是侵台重要的武器，如何来面对？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注意的。在过去一段时间，中国经常有学者专家不断的倡议要留岛不留人，那么这个反动言论啊，其实大家值得高度的关注。那么台湾如何在新川普时代来跟美国打交道，这是大家要面对的。那川普他也准备要访问中国，美中的角力现在看起来，中国的外交部把11位美方人士呢列入制裁名单，这包括参议员克鲁兹，也包括国务卿卢比奥。那这个其实有非常多的美国现在在内阁的阁员当中啊，被中国列入限制名单。这个限制名单到底会让美中的角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另外，我们也看到，在副总统 J.D. Vance 呢，在未来川普的内阁当中，他所扮演的角色，比特币的飙涨已到10.9万美元了。第一家庭发行的川普币，现在看起来也大幅的上涨。所以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川普2.0很多的新政现在一箩筐。那么，台湾呢，在面对川普新时代，刚才我特别提到的，国家领导人在论述一定要有更强大论述能力的内阁阁员呢，大家一起让台湾的民众呢被鼓舞。我想这是川普这次在2.0当中啊，他的就职演说啊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大的启示。另外呢，我们看到在他的内阁团队当中呢，现在看起来都准备要大显身手，所以我相信在川普的2.0时代呢，大家可能可以高度的来关注。过去呢，拜登时代呢，他是把中国框起来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科技业大老板都站在川普的身边。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川普的2.0时代呢，他解除所有的科技管制，然后让美国呢拉大领先中国的差距。我相信这是未来在整个川普2.0时代呢，大家可能会看到的一个新的变化跟趋势。老谢开讲，今天到我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